大家好，这里是徐人梦。今天我们玩大名鼎鼎的魔戒 mod。第二纪元末期，精灵族的至高王吉尔加拉德与人类的至高王艾兰蒂尔联手打败了黑暗魔君索隆，最后联盟大战以正义一方获胜为结局。虽说两位至高王呢全部阵亡了，但是中土世界终于迎来了和平。至于维系索隆实体的至尊魔戒，战后由埃兰蒂尔的儿子伊希尔杜持有。之后呢，他在回到阿尔诺王国时被兽人袭击身亡，戒指遗失在了安毒银河中。长话短说啊，这个第三纪元2500年，一个霍比特人发现了至尊魔戒啊，没错，就是好评率高达41%的3A 大作《魔戒咕噜》的主角啊。因为魔戒的力量加持呢，这个咕噜啊获得了远超霍比特人的长寿能力，代价是咕噜变得疯癫、人格分裂和营养不良。得到魔戒之后呢，咕噜便离开了夏尔，潜入了迷雾山脉中。就这么又过去了差不多500年。Bilbo Baggins 另一个霍比特人，他在艾瑞伯远征时遇到了咕噜，得到了至尊魔戒。这枚魔戒呢，也给予了比尔博长寿能力。按照原剧情啊，3001年比尔博110岁大寿的时候呢，灰袍巫师甘道夫会来祝寿，而比尔博呢会在生日会上离开夏尔。至尊魔戒会留给养子弗罗多。现在呢是3000年啊，甘道夫刚到，比尔博目前还是持戒人。这次呢，我就要扮演这位传奇霍比特人比尔博，改写魔戒历史。首先，至尊魔戒丢了，找不到了。甘道夫听说之后啊，气得胡子都飞了啊，说道：“既然魔戒丢了，那索隆你来打！哈，我不仅要打索隆，我还要领导全霍比特人出山，殖民整个荒废的阿尔诺帝国。是时候让全中土世界响彻霍比特人的威名了。”比尔博目前只是在霍比屯有管理权。先来研究一下扩张方向吧。首先来看北区北区镇长是班多加尔二世，来自于北方图克家族，隶属于图克宗族。宗族的族长呢是目前的夏尔长官菲拉姆布拉斯二世。如果先对他下手可能会过早的引起夏尔长官的注意而且这个班多加尔二世呢有23年军事能力，非常优秀，同时还拥有坚强的战士、军事家和组织者特质。如果真要交战了也是能打赢的。不过全霍比特人中唯一的一支军事血脉就要流亡了。为什么说是军事血脉呢？因为北方图克家族曾经出过一位很有名的狠角色班多布拉斯图克外号吼牛。霍比特人呢平均身高90厘米，吼牛有1.35米，巨人来着。而且他还可以骑正常体型的马这个也是极为罕见。再说说这个吼牛做了什么事情253年前，一支迷雾山脉来的奥克，也就是半兽人，他们突破了游侠的封锁，一路杀到了夏尔，与霍比特人发生了军事冲突史称绿野之战。奥克的战争领袖叫做高尔夫球，而霍比特这边那就是吼牛了吼牛骑着马向高尔夫球发起了冲锋。第一轮交手，吼牛抡起棒子，一棒就给高尔夫球的头打飞了，飞出去100码，也就是91米，精准的落入了一处兔子洞。据说这个就是高尔夫球的运动起源。其他的奥克一看，那还打什么呀？手里都被兔子了，这个群奥无首其他奥克呢就纷纷纵脚收散，绿野之战结束。再来说现在，大家应该就明白为什么要保留北方图克血脉了。至于怎么保留班多加尔这个女儿28岁的黛西，我呢有一个养子叫弗罗多31岁，多合适喜结联姻，2人订婚，霍比屯与北区达成军事同盟。那么可能早晚要问了，你都这个年纪了，怎么还订婚呢？因为28岁、31岁还是小孩子，33岁才算成年霍比特人的平均寿命可是高达100岁的。接着是传统异能伪造宣称，让博学之士去伪造一份东区的宣称。等待之余，我们来聊一聊东区的博尔杰家族首先，博尔杰的名字呢，在霍比特文化中普遍与膨胀的肚子有关系比如原计划陪着弗罗多去烧戒指的，就有一位来自博尔杰家族名叫做弗雷德加博尔杰。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按照词义翻译呢，就是弗雷德加大肚子。而这个弗雷德加的名字那就很高雅了，对吧？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对比，就像是慕容二狗、什么上官海柱，就这个意思。对了，来看一下兵士构建吧。首先这个霍比特人征召兵10伤害
9.5坚韧，临锥临掩啊，非常普通。兵士则是有3种，第一种是散兵啊，边境守卫，12伤害6坚韧啊，这个坚韧甚至还不如征召兵。然后是民兵，属于长枪兵，这个就更离谱了，6伤害6坚韧啊，远不如征召兵。如果夏尔是游牧制的话，转牧群成民兵还会降整体战斗力。虽然这个民兵啊，那属性差，但是编制大，对吧？一个编制有200人，而且在农田呢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啊，飞跃好几个这样等级，属于是基础编程单位了。接着是最后一个霍比特人战力担当猎手，猎手22伤害8坚韧10锥击，但是啊，这个价格有点太高了啊，这个不如民兵划算，尤其是内战啊，这个民兵更是第一选择，因为猎手会克制边境守卫，民兵不会被克制。索隆，黑暗魔君索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啊，他让我把咕噜给赎回去啊，说这个咕噜啊一点用都没有，后悔抓他了，只要给索隆10块钱就能赎回来啊。我也不是很想要啊，但是奈何索隆太客气了啊。近期霍比屯镇长，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最后还来了一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吧，那我就考虑一下吧，那赎回来吧。这个咕噜啊，现在已经569岁了，但他现在呢不是持戒人了，所以几十年后就会死去。谋略还不错，来做间谍首脑好了，好歹也是霍比特人啊，对吧？死在夏尔总比死在索隆地牢里更合适。然后为咕噜安排一门亲事啊，和东区镇长的远亲结婚，主要目的呢是潜入到东区啊，刺探一下这个东区的情况。很快，在咕噜和博学之士费迪南德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了东区的宣称，一刻也不能等了，宣战！内战呢，能不攻城就不攻城啊！如果对方镇长在军中，尽量活捉，因为夏尔呢全部都是城市地产啊，攻城后控制力会归零，加上独特的文化传统等等啊，可能要20多年才能从0提升到100控制力。这次的话只能攻城了，因为胆小的东区镇长躲在城市中，仅用了半年时间，我们就夺下了整个东区。接下来继续伪造南区的宣称啊，南区可以说是夏尔最重要的一个区了。等待之余，依然是聊一聊南区的吹号家族吧。这个家族在330年前，也就是第3纪元2670年，种植出了全中土世界第一株真正的烟斗草，就是甘道夫从来不离手的烟斗用的烟斗草。因为南区的气候啊，直到如今最优质的3大烟斗草品牌长谷叶、老托比和南区之星仍然都产自于南区。这些烟斗草甚至能够销往千里之外的艾森加德。另外呢，同样因为气候原因啊，南区还会产出一种名叫老窖陈酿的烈性红酒，同样能够远销千里之外，可以理解为是全夏尔的经济中心了。很快宣称到手，直接宣战。南区镇长托伯德2世亲自领军，他呢也确实有这个能力啊，天才军事家组织者啊，那我就要喊北区镇长来帮忙了，他更天才。没有能活捉托伯德，那就攻城吧。10个月我们攻下了南区，现在夏尔的经济中心归于我们巴金斯家族了，该宣称整个夏尔了。老图克，你退位吧。首先集结军队，驻扎在霍比屯西边熟悉的湿地中。老图克想都没想就来进攻了，以为600人的差距就能够碾压我们了啊！事实上呢，确实可以碾压我们，但是我们有伏兵，部里的雇佣兵团早已等候多时，2支军队合二为一，不仅防守战，还比老图克多200人。部里呢是位于夏尔东边一座城市啊。霍比特人从东边的迷雾山脉向西边迁移的时候呢，部分霍比特人和人类定居在了这里。因为这座城市坐落于曾经极度繁荣的王国大道上，所以呢，这里也是全中土世界唯一的寡头制政体啊，实行贵族共和制选举啊，很有意思一个地方。视角回到夏尔这边的首次交战可以说是非常顺利了。这个夏尔市长啊，也是个懂选边的人才。夏尔的构成呢是6个镇长、1个市长、1个长官。市长和长官呢各自有一处镇子作为直辖。这个市长呢是管理所有镇子的这个隶属于夏尔长官。我这边甚至还没打赢呢，他就写了一封信来示好啊。尤其这个开头可以说是看透了一切啊。近期我深思远谋的封神啊，那确实深思远谋。闻君高义，如见故人，寒度往来，信无推辞。自盼及时事下，以匡不逮，无人敢讨。现在战事紧急啊，就选择不和大家书信交流了。
首次交战结束于睁眼阵，战存比142比581。大胜啊大胜！过了一段时间，军队即将攻下图克地的时候呢，夏尔市长又发一封信啊，内容和上次一模一样。你到底想和我书信交说什么呀？同意就好了。咕噜说有人在密谋暗杀他啊，我觉得可能是你这个人格分裂又发作了。你还真有个仇敌啊！这个咕噜的仇敌呢，贪婪、暴怒、冷酷3个罪恶特质啊。咕噜的话是怯懦和贪婪2个罪恶特质，那无所谓了，你们2个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事啊。2年时间，老图克宣布投降，夏尔长官，现在是我比尔博巴金斯了。刚结束战争，市长第3封信来了。你怎么骂街呢？刚才不是好好的吗？谁叫你不问清楚呢？之前的宣称战争啊，我宣称你包括你的所有投降啊，如此我们就多了一个仇敌，中土世界多了一个霍比特人冒险团。现在是3007年，按照剧本来说呢，北方游侠阿拉贡很快就会王者归来，回到刚铎，带领人类对抗摩多。而我们夏尔呢，在阿塞丹王国的居住权就是由阿拉贡的家族伊希尔杜的阿盖勒布2世于大概1500年之前赐予的。作为回报呢，我们霍比特人承诺永远的效忠臣服他们。等到阿拉贡重回刚铎王位，自然的也要宣誓于效忠他，效忠于伊希尔杜家族的唯一血脉。但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夏尔就算是受制于人了啊！所以呢，趁现在阿拉贡还是北方游侠的领导人啊，我提议达成同盟。我是谁？我是高贵的国王级夏尔长官比尔博。阿拉贡是谁？阿拉贡是公爵级的杜内丹族长啊！我主动申请与他结为同盟，他该受宠若惊的啊！因为地位上的差距呢，阿拉贡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接下来看向雄鹿镇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当初阿盖勒布2世赐予了我们居住夏尔的权利，但是很快这个阿塞丹王国覆灭了。霍比特中的这个老雄鹿宗族开辟了新的居住地，他们跨过了河，到了老林子这里，砍伐出了一片居住区。而河对岸呢，是卡多兰王国的法语区域了。卡多兰呢，你管不了，也不乐意管这片区域，因为隔着一大片老林子，这个老林子里的树对谁都不太友好。好了，是时候了，收复雄鹿镇。轻松收复，用了11个月这片土地就交给弗罗多管理了，积累一下管理经验。至此，我们霍比特文化就完全统一了。尤其是北区镇长班多加尔2世功不可没，封为全夏尔军事统帅。第一个任务，殖民西界。这样子呢，我们霍比特人就与灰港接壤了。这里呢，是一支非常古老的精灵族群，领袖是造船者希尔丹。作为同样在西边的正义势力我们可以缔结防御同盟。还有乌瑞一族的矮人，杜瓦林一族的矮人，4方同盟堂堂诞生。西界这里的殖民计划正式开始之后呢，从夏尔找一个当地的贵族去做领导，最后选出的是塔底居家族的阿达曼塔。接下来目光放回夏尔，开始大建设计划。殖民运动呢，需要巨量的财力和物力。夏尔作为霍比特中心要绝对的繁荣才能够支撑。记录一下，现在是3010年月入3块8。除了经济之外，第2重要的是文化。作为对比，先看一下刚铎文化了。刚铎文化第3纪元后期的革新都在稳步推进，中期、早期第2纪元革新全部都解锁了。黑暗魔君索隆文化更强大一些，第3纪元中期只有2个没解锁，而后期的文化革新领先于刚铎整整9个，非常的恐怖。哪怕是游牧民族的洛汗文化也很先进再来看我们霍比特文化，第3纪元中期的民政革新全部解锁了，而军事革新才刚刚起步，甚至第3纪元前期的军事革新也是刚起步，甚至第2纪元的军事革新也是刚刚起步。打仗可以说一点都不会了，现在着重研究一下第2纪元前期的加兵革新吧，提高一下兵士军团的规模起码数量上先唬住人。3019年，刚铎被摩多进攻，因此触发了王者归来事件。人皇阿拉贡宣布成为刚铎国王，流亡杜内丹人的至高王，西境之主。首饰安都利尔重铸了纳希尔，他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清风断刃将重铸，无冕者在临为王。而我们夏尔呢，理所应当的就成为了刚铎的唯一盟友。是时候站上世界舞台了。霍比特人将帮助刚铎战胜邪恶的摩多，提议加入战争扩军。几个月后，军队补员完毕，
我们在南区集结了全军，将领选择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北区镇长班多加尔二世，之长子班多巴德带领虎父无犬子即使父亲去世了，长子依然是全夏尔最优秀的将领。600征召兵，1800的民兵，300边境守卫，4名骑士，进军前线，杀向摩多。摩多这边一共是5支部队，为首的先锋部队将军是戒灵之一犬军，而主力军的统领自然是多尔摩古尔的霸主，也就是曾经安格玛巫王国的巫王了。32军是53勇武，这太夸张了。后2军的领导人呢也是戒灵烈焰之主和黑骑士，加起来估计2万多人。虽千万人，霍比特俱亡矣，因为还有阿拉贡的刚铎军队阿拉贡怎么就5000军队皇家大军由埃尔达卡家族的队长领导，这可能是还没有完全动员不慌不慌，先不去打戒灵了，先去和阿拉贡会合。很快呢，阿拉贡集结好了军队而巫王这边又加派了16000人的奴军看起来应该是来探虚实的送命军。好，阿拉贡集合了部队，主动发起了进攻。战争爆发于东欧斯吉利亚斯，阿拉贡这边几乎零损失巫王奴军被全歼16000，旗开得胜。阿拉贡紧接着挥师南下，看起来是要和摩多决战了。我们的军队刚到洛汗还得半年才能到。爆发了！交战爆发于哈尔彭迪城堡，阿拉贡这边折损了5000人，开始战术转进赶来的700多人援军则是直接撞上了摩多都没用得了3天700多人就被全杀了。而我们的军队刚进入刚铎境内，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洛汗王的援军骠骑兵也出山了。阿拉贡则是担心延误战机并没有等我们到前线全军出击，抓到了巫王的扫骨部队。之后敌军如葫芦娃救爷爷一般，来多少死多少，13000人军队被杀了3000多，杀的虽然不多，但是时机非常的好。紧接着洛汗的骠骑兵和我们一道加入战场，摩多居然还敢回来感受我们3国联军的力量吧。27K 对12K， 摩多又被杀了5000多人看来这场入侵摩多会输得很彻底。刚铎的王城禁卫杀了700多，洛汗的弓骑兵杀了1000找到我们的军队了我们的1800人民兵这个杀了62，死了29也很不错奉献出了自己一份力量300的霍比特边境守卫杀了4个，死了4个，你很不错对吧？起码战损不是负的，对吧？对了，还有骑士我们联军33位骑士，摩多这边是10个。我记得我派出军队有4个骑士找到了最下面这4个就是4个人杀了7个，并且都没有负伤，很好很好。下一次交战爆发于北面，这次洛汗军队没有参战，因为艾森加德发力了。白袍巫师萨鲁曼开始大举入侵洛汗，应该问题不大，只有我的帮助，刚铎一样能赢。北面这场战争优势没有上次那么高，1768霍比特民兵杀了15个被杀了338，边境守卫战损比也不太好看，也没办法，这个没有战斗经验是这样的。同时也有好消息传来，洛汗王亲率骠骑军大破萨鲁曼的兽人军队，现在正在围攻艾森加德，哇，太强大了。紧接着又是一条更好消息传来，索隆投降了战争以正义一方的胜利告终。我靠，索隆赔偿给阿拉贡8684块钱我们夏尔现在加上军费才比入15这个数目差别太大了，该回家努力搞建设了。刚铎拿着索隆赔款开始大殖民了，坏了，得抓紧时间了。高级加入战争，阿拉贡主动发起了圣战，你主动进攻的话，索隆防御同盟都要参战的。你完了，你这么打26000打5万，摩多和他所有的仆从国，算了，希望有奇迹发生吧。集结军队开往前线，阿拉贡是真的自信又是亲自领军，还有多阿姆洛斯亲王、品纳斯盖林大领主、萨拉莱恩国王、拉梅顿大领主，全都是亲率领军坏了，有种不好的预感。摩多这边大军直接跨河冲城堡了，虽然刚铎的优势奇高无比但是奈何这个人少质量低，目测的话被摩多杀了最少6000人全军溃败。我们的军队刚登陆感觉作用不大，坏了，我靠！阿拉贡重新集结了部队之后选择登海运输部队，好在摩多没有来抓不然因为登陆惩罚可能会被全歼。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恐怖的事实，阿拉贡只有1343块钱，
摩多之前赔偿了8000块，只剩这么一点了，甚至索隆还负债4000多没还完呢，阿拉贡已经要花完了。哎，好消息，埃森加德彻底毁灭了，那洛汉说不定能来帮忙啊，这场仗还是有希望能打赢的。第2次交战爆发于伊路因，28K 对34K， 血战惨败，我方伤亡6.4，摩多只伤亡了5.2，霍比特民兵和边界守卫杀了11人，伤亡529，1:48的超低战损比，简直就是单方面的被屠杀。参与过上次防守战争的下井费迪南德甚至被戒灵捅了贯穿，染上了黑蜥，健康值低过下限，负2.4，这是什么概念呢？角色出身健康在 4.5 左右，低于3就算是身体抱恙，有死亡风险，低于1就是奄奄一息，随时可能死亡。这个负2.4懂了吧？谁来都救不了了。费迪南德凭借超人的意志力又活了18天啊，但是也就这样了。很快摩多军队追击而来，体力盾一战，联军折损 8.7K， 尤其是我们霍比特人死了近800，且只杀了2个人。战争随之结束了，傲慢的阿拉贡赔偿了2598，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剩余的残军解散回夏尔之后呢，震惊了每一个霍比特人。在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一件事情，往日不再，一天吃5顿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想要被新世界接纳，要做出改变了。这场战争极大地推进了霍比特的宗教改革事务。首先是和平主义改为苦心主义，好客仪式改为先祖崇拜，永远铭记为了中土世界的和平付出生命的霍比人。社区庆典改为团体身份，霍比特人和刚铎人现在是命运共同体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宗教态度多元改为基要，信仰领袖改为世俗领袖。我将出任首席霍比特新教的领袖，实现政教合一。霍比特人终有一天将站在世界最顶尖。第1次殖民计划开启。啊，又要打！索隆又发起了入侵战争。合着你们2个打仗是完全不看停战协议的吗？我还寻思能喘口气呢。现在刚铎的赔款还没有还完啊，军队欠饷严重，毫无战斗力啊！哎呀，算了，集结军队出发。等等，这个伤亡速度不会吧？啊！刚铎2万多人的军队被摩多一战全歼，刚铎现在已经没有军队了。那我前军转后军回家吧，继续殖民吧。这次的战争已经毫无胜算了。解散军队后没多久，传来了一个令我们所有霍比特人震惊且羞愧的消息：洛汉人集结了全军，参与到了战争中，正在全速前往战争边境。也是，那最差的结果不就是被全歼嘛，对吧？我们和刚铎的盟约不能这样子背弃啊！哎，再次集结全军，这次霍比特人将不再退缩。东欧斯吉利亚斯，洛汉的军队与摩多主力爆发了交战，损失不算大。洛汉国王指挥了一场成功的转进撤退。刚铎这边重新动员的军队啊，虽然只有8000人，但是加上洛汉和我的军队也有2万了啊，还有希望。很快，阿斯加里尔爆发了第3次交战，18.5K 对25.9K， 战损5000对12，惨败。霍比特人战死600，击杀3，简直是屠杀。第4次交战又死了3400，详情已经看不下去了。第5次爆发于南边，洛汉王的6000骠骑兵对阵摩多主力，漂亮，只伤亡1500啊，又是一场完美的转进撤退。接着摩多人北进，又到了欧斯吉利亚斯，这里只有霍比特1200人军队和刚铎仅剩的5000主力。阿拉贡，带着你的人撤退吧，我们来断后。撑了5天，被全歼了。换句话来说呢，可以说是被屠杀了5天。霍比特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重的一天。我方战死1200，摩多战死1，一切都是值得的。刚铎的主力保留了下来。好消息是，我们的2名骑士活了下来，但是都被抓了。只有北区镇长之子班多巴德侥幸活了下来，回到了夏尔。班多巴德第1次回到夏尔是带着圣军凯旋归来。我们挫败了摩多入侵刚铎的邪恶计划，鲜有伤亡。班多巴德第2次回到夏尔，只有不到一半军队，全夏尔为之震惊，悲愤啼哭之声此起彼伏。而这次班多巴德回到夏尔，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从第3纪元1601年霍比特人到达夏尔开始，
到现在这整整1400年，从未有过这样的战争，更不用说这样量级的伤亡了。阿拉贡又拉我进入了一场战争，霍比特人没法做出更多牺牲了，这次战争我们就不想进了。现在建设夏尔，为殖民打基础才是最重要的。3040年，加兵革新研究结束，经济建设也进入瓶颈期，我们扩大并改革了夏尔的军事结构。现在我们有高达6000的巨型民兵团，集结军队，挥师南下。阿拉贡，我回来了！顽强的刚铎人在历经12年的拉锯战之后，首次在交战场取得了上风。不过双方的差距仍然很大，我们的军队将会帮助刚铎填补这些差距。太强大了，阿拉贡这个运营，按照 RTS 游戏的说法呢，叫做接兵连成一条线啊。但是在 CK3 里呢，这是大机会。好在阿拉贡优势足够大啊，依然打赢了。摩多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重新集结大军，绝对不能让他们打断阿拉贡继续扩大战果的好时机。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剧情，阿拉贡，你走吧，我来断后。5200人全部阵亡于西欧斯吉利亚斯，但是我相信阿拉贡绝对能够取胜了。接下来重心切回经济运营，继续为殖民做准备。现在阿塞丹王国南部已经全部殖民了，该把目光看向更远的地方了，开始向北部殖民。无条件和平，看来阿拉贡和索隆都打不下去了，也算是个好结果啊。趁现在和平，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殖民，扩大规模。3048年，阿拉贡召集加入战争时，我们已经殖民了大半个阿尔诺帝国了。圈地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这段和平时期啊，诞生出了无数的新贵啊。以及我们召集了一支骑士团，总军队已经高达8600人了。即将赶到白城的时候呢，阿拉贡这里哇1v0啊，这个情况下输了，这太惨了啊！当然了，还有更惨的，唯一的道路被巫王的2万掠夺军队挡住了，这下只能听天命了。太好了，阿拉贡选择杀回来接应我们了。好啊，总算是会合了，有惊无险。说来夏尔的经济啊，在上个和平时期真的是飞速发展。打了几年仗，又攒出3年8，继续殖民。按理说呢，我们现在该成立帝国了。但是阿尔诺帝国呢，是人类帝国，是曾经赋予我们居住于此的帝国。我要是穿越头衔，那大逆不道啊，对吧？所以欧尔多斯塔诺多隆帝国，曾经精灵的帝国啊，这个没关系。好，现在我就是霍比特新教守护者。欧尔多斯塔诺多隆的至高王，帝国级。51年7月份，阿拉贡发动了闪击，突然南下打了摩多一个措手不及。本来吧，正面交战是赢不了的，但是这个战机把握的非常巧妙。巫王和其他戒灵领导军队，葫芦娃救爷爷一样全都折在这里。看吧，接兵连成一条线的前提是质量要足够高，不然优势总兵力也会惨败。32K 对27K， 死了3000，杀了1万。摩多损失极为惨重优势瞬间拉成断层。再之后呢，自然就是节胜利了。53年宣布了最终胜利，索隆这次赔付了3767，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因为我们现在月入99块6，3000多块钱而已根本不算钱。继续殖民。被宣战了，艾尔隆德要收复精灵故土嗨呀！可是你根本没这个实力1600人军队有点搞笑荒诞了。我的盟友可是刚铎防御同盟里还有造船者齐尔丹、灰港之主，单说这盟友都有3万人了，你怎么敢收复故土了打归打这个殖民不能停继续殖民荒地。3年后战争结束，艾尔隆德投降，赔付了1131这点钱真的看不上不过有总比没有强。58年几乎已经没有荒地供我们殖民了，月收入现在更是高达119块4，是时候终结这一切闹剧了。主要是比尔博现在已经167岁了，因为遗失了戒指所以说大限将至。就让我在死前为中州做最后一件事情吧，宣战，向摩多宣战，强迫摩多成为我们霍比特的仆从国。只要打赢，索隆那些仆从就会作鸟兽散，再也不会有人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了。宣战，召集阿拉贡加入这场最终之战。首先召集我们本部8000人军队，还有所有的雇佣兵全部雇佣，特殊雇佣兵也雇佣一些以及骑士团，一共是49000人。索隆只有37500，优势在我。
第一次交战位于摩多南边，我们几乎零损失，歼灭了索隆的7800普通军，然后进军到欧斯蒂利亚斯。这次不再是断后了，而是进攻。很快，摩多的军队就按耐不住了，倾巢而出。我们撤退到西欧斯蒂利亚斯，等待敌人主动发起进攻。好，他们进攻东岸了，出击！一场奇袭，歼灭了摩多11800人，我们只损失2300，继续攻城。第二次与摩多交战，仍然是在东欧斯蒂利亚斯，以5000的代价，再次歼灭了巫王领导的10000人。之后又是几轮交战，摩多再也没有还手能力了。正式进攻米纳斯摩古尔。65年2月份，这座摩多的堡垒大门被攻破，胜利已成定局，冲进腹地。3066年11月，巴拉都尔被攻下，我们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是以正义一方胜利为结局。黑暗魔君索隆成为了霍比特人的仆从魔君，中土世界暂时和平了。作为仆从国呢，摩多现在无法发起任何战争了。刚铎作为我的盟友，也不能进攻我的仆从国。最后的军事编制仍然是民兵，但是高达11200人。收入这里的话，则是多出了每个月10块钱的供税来自于摩多的黑暗魔君索隆。至此，我们这次指环王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喜欢的话，记得3连加关注。这里是徐日梦，我们下期见。